NVIDIA has been threatening the media with hacks. NVIDIA's attempt to manipulate reviews on launch. NVIDIA's manipulation of the media. That only certain review outlets could get a driver. And these charts are just manipulative. Direct attempt at manipulation. NVIDIA of trying to bury any negative coverage of this card. Completely lying and misrepresenting your performance. 前段时间，油管著名的硬件博主 Gamers Nexus 在 Computex 2025的会场外发表了一篇长达22分钟谴责英伟达恶劣行径的影片，即使这有可能让他们失去以后和英伟达合作的机会。他们在声明中指出，英伟达使用威胁手段逼迫自媒体必须按照他们的要求进行报道，自媒体必须要把 RTX 50系的多帧生成技术和那些不支持多帧生成技术的旧显卡放在一起比较。如果不这么做的话， Gamers Nexus 将会失去收到第一手评测硬件的资格，以及以后再和英伟达的延迟工程师、散热技术工程师交流的机会。多帧生成技术通过 AI 让画面帧数能在开完 DLSS 的情况下再翻4倍，但是弊端也很明显，那就是输入的延迟，尤其是最看反应时间和帧数的竞技类游戏。在英伟达的市场占有率已经达到90%的情况下，他们居然还要拿这种事情当筹码，搞得现在自媒体的独立性和透明度都变得岌岌可危。一般的消费者根本就分不清楚哪一些是真心分析，哪一些是迫于压力才做出来的视频。值得尊敬的是，这个频道的老哥态度非常硬气，他表示英伟达爱咋咋地，他们评测是为消费者服务，而不是给英伟达当啦啦队。就算英伟达掐掉了硬件和工程师的访谈，他们也能从别的地方搞到显卡，继续独立评测，不能让英伟达得寸进尺。大家好，欢迎来到第9频道，我是老九，在这里我们一起剖析第9艺术的真谛。曾几何时，英伟达曾经是无数玩家心中的英雄企业，它从游戏市场起家，为全球数以亿计的玩家提供了强大的图形性能和视觉体验。从 GeForce 8800时代到如今的 RTX 50系列，每一代显卡的发布都曾是游戏圈的盛事。我们守着发布会，刷新着官网，只为能够在第一时间体验最新的图形技术。而如今，这家曾经以玩家为本的公司，却似乎和游戏玩家渐行渐远。AI 的爆发为英伟达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利润，数据中心的企业级 GPU 卖得比任何一代 GeForce 都贵，利润率也高得惊人。这本来无可厚非，企业逐利是市场经济的常态。英伟达抓住了时代的风口，赚得盆满钵满。然而真正让人失望的是，当英伟达站在金字塔的顶端的时候，它却逐渐开始漠视曾为其奠定基石的游戏玩家。近些年来，英伟达的操作真的是越来越魔幻，最直观的体现就是消费级显卡的性价比雪崩。现在的80系的提升幅度像是以前的70系，70系实际上是60系，而60系其实只是50系。90系虽然确实天下无敌，但是价格也是一骑绝尘。都什么年代了，5060 钛和5060居然还有8GB 显存的版本，真是让人大跌眼镜。而且他们的售价也并不便宜。当年的性价比之王已经不复存在，从原本性能越级、价格合理，到现在的刀法精准、显存金贵，英伟达似乎越来越擅长算计玩家的口袋了。更让人生气的是，消费级产品已经被彻底的边缘化，产能几乎全部倾斜到了数据中心和 AI 显卡上。就在年初的 CES 2025，老黄宣布你可以以5070的价格拥有4090的性能的时候，我还真的以为是英伟达这几年赚钱了，他们大发慈悲准备回馈玩家了。结果却是误导消费者的虚假宣传。请注意，我并不是反对大力水手和多帧生成这样的前沿技术，它让玩家能够在硬件相对不足的情况下，仍然流畅地运行一些比较吃显卡的游戏。你说对吧，任天堂？
我只是不喜欢他们在做宣传的时候完全不提这些技术的缺点。还有就是真的，我的钱已经花了，我到现在连5090都还没有摸到过。50系显卡的发售堪比灾难，被众多网友戏称为 Paper Launch， 也就是所谓的纸面发售。什么叫纸面发售呢？就是我告诉你啊，显卡发了，但是市面上一张卡都没有，甚至刚发售的几天连黄牛都没有货。自从50系显卡在1月30号发售以来，从显卡制造商到零售商，再到我们普通消费者，就没有人是开心的。就比如说我自己，手持3070，去年就开始等50系，主板 CPU 散热什么都买好了，结果发售当天打开所有当地零售商的网站，想买的那张相对便宜一点的盖板根本就没有货，只能预定。我在这张显卡刷新出来不到1分钟的时间内就下了单，然后直到现在我已经快等了4个月了，它至今还没发货。说个题外话，问了一下当地的那个零售商，那个零售商也是劣迹斑斑，自称是我们当地最大的电脑配件商店，比他小的零售商都开始逐渐发货了。结果到现在我还是排在那张卡的队伍的第60名。Reddit 上有个老哥，原本用在4090上的电源线，在换了5090公版之后直接插上接着用，这原本是常规操作，结果没用几天显卡竟然就烧了。很多英伟达的公司粉只会去指责这个老哥用的第三方定制的电源线，可是这个定制的品牌已经运营多年，口碑相当不错，怎么都不像是电源线的问题。到了后来，多家评测媒体参与报道，在知名博主第8的评测当中，他用热成像仪去观察大牌电源自带的第一方电源线在连接5090的时候，电源线上的热点温度，结果可以说是非常的夸张。你可以看到英伟达从40系就开始推广的这根16pin电源线标准的热量分布极其的不均匀，可以说是非常危险的硬件设计缺陷，吓得我去 Costco 买菜的时候都要多看几眼有没有热成像仪在卖，想着以后显卡到位了可以常年放在边上以备不时之需。毕竟如此昂贵的显卡不能说烧就烧啊。之前的4090就出现过类似的问题，原本以为50系会有所改进，结果还是老样子。另外还有一些消费者发现自己花了大价钱买回家的5090、5080以及5070 Ti竟然会有几率缺少光栅单元，也就是所谓的 ROPS， 这是显卡的性能下降最多高达 8.3%， 而且这竟然也是一个不可逆的硬件缺陷。50系显卡的问题不仅出现在硬件层面，连驱动也让不少玩家苦不堪言。作为显卡性能能否真正释放的关键，驱动本应该是保障用户体验的幕后工程，但是在 RTX 50系上却成了许多用户口中的灾难现场。更可怕的是，50系的驱动存在严重的不稳定性，尤其是在新游戏或者大型的3A 游戏当中，经常出现崩溃、闪退、黑屏的情况。更有甚者，某些版本的驱动在更新后甚至性能反而下降，帧数不升反降，让人摸不着头脑，玩家被迫装回旧版驱动。除此之外，在内容创作、3D 建模、AI 推理等工作场景中，驱动的兼容性表现同样令人堪忧。一些原本在40系甚至30系上运行良好的工具或者插件，在50系上频频出现兼容性错误，令人难以接受，让这些靠显卡吃饭的开发者、创作者严重拖慢了工作进度。更让人抓狂的是，英伟达对这些问题的响应速度并不理想，往往需要等待多个版本的迭代才能解决部分已知问题。刚发售那会儿不用刚发售那会儿，就是现在，就算是现在，还到处都是黄牛横行，市场上到现在也没有一张卡是等于所谓的 MSRP 的，因为这完全就是一种人为制造的缺货行情。与此同时，英伟达在各种 AI 大会上夸耀着自己如何满足企业客户的需求， H100、B200、EPP 的发货完全没有缺货二字，种种迹象已经让我完全肯定，那就是我们这些年陪伴你成长的游戏玩家已经完完全全的不重要了。
你们靠着我们口口相传，持续购买，把 GeForce 品牌做成了显卡的代名词，而如今却只愿意服务那些财大气粗的 AI 公司。即使你们已经赚得够多，也不愿回馈曾经支持你们的玩家，也不愿展现哪怕一点点的诚意。哪怕你继续主打高端，也应该在性能释放、驱动优化和产能保障方面体现出对玩家的尊重，而不是一味的抬价、砍料、拖延货期。有的人会说人家是商人，利益至上，没有义务给你们这些臭打游戏的送福利。但是我想说的是，如果英伟达真的决定彻底放弃消费级游戏显卡的市场，转而全力投入数据中心、AI 加速卡等利润更高的企业级服务，那就应该大大方方地向玩家说明，而不是继续打着为玩家而生的口号，却在行动上不断地背离游戏社区。他现在的行为根本就是一个两面派。一方面，英伟达一再的上调显卡的售价，新一代卡皇动辄2-3千美元，终端产品也逐渐逼近高端的价位。另一方面，性能的提升却愈发乏力，性价比严重下滑，甚至还出现了硬件缩水、驱动拉胯等令人愤怒的问题。在玩家质疑声不断的情况下，英伟达并没有选择正面回应，反而似乎更倾向于利用其在行业中的影响力，通过利用愿意向他们下跪的合作媒体来转移焦点，淡化问题。拜托，我们玩家不是没有判断力的消费者，我们不是 sheep。真正让人愤怒的不是英伟达战略转型本身，而是这种既想继续赚我们游戏玩家的钱，又不愿意承担责任的虚伪态度。Later， 英伟达或许早就已经忘了，他之所以能在 AI 和企业级硬件领域横扫千军，是因为他早年在游戏领域积累了深厚的技术底蕴与用户信任，而现在他正在亲手砸掉这块基石。诚然， AI 是未来，也是利润所向，但一个真正伟大的公司不应该在逐利的路上丢掉初心。照顾游戏玩家并不意味着就要牺牲 AI 市场，而是在利润与情怀之间找到平衡。遗憾的是，如今的英伟达似乎早已不再愿意去找那个平衡点了。我们不是非得占你的便宜，也不是非得买高端卡，我们只是希望我们曾经的热爱没有被你彻底遗忘。Anyways， 欢迎收看地主频道，感谢大家的陪伴。如果你也有对英伟达的看法，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也别忘了订阅、关注、点赞、收藏。我们下期见 ，Peace。这特好 I don't give a damn。我天，我觉得我是帮你省了100万，天哪，特好特好。你看，你自己看。